2010年，香港九龙，她是16岁的王嘉梅，他是29岁的丁子聪，一个是刚刚辗转移居到香港的花季少女，一个是香港货车司機，同時他們都是香港社會最底層的人，貧困、落魄、孤獨。你 QQ 上面嗰句簽名，臉上泛着微熱，花上結着紅蝴蝶，正是那段往事。我思憶中的7月，喺邊度嚟㗎？那是歌詞，鄭秀文唱的。我和我姐姐學廣東話聽的廣東歌。青澀的問答，溫馨的畫面，仿佛屏幕裡能透出甜味，但他們不是在網戀，這是他們的第一次聊天，聊的是生意。我也做不了你生意。幾個小時後，他們會在子聰租住的貧民窟相遇。這次相遇是真正的相愛相殺。踏雪尋梅根據真實案件改編，電影和案件不同，與情色暴力無關，講述的是快餐式思維定式，把人逼死，把魔鬼逼到抓狂。案件駭人聽聞，但是案情簡單至極，因為兇手丁子聰案發幾天後就自首了。我殺咗人啊！他對案情公認不諱，從殺人到碎屍再到拋屍的過程都說得極盡詳細且冷靜淡漠，只能說這個人不是人，是魔鬼。案情唯一只有一個疑點，魔鬼真的會為了殺人而殺人嗎？冇職員。子聰雖然脾氣暴躁，但他對過世母親的照片都尊重有加，對房東的貓溫柔呵護，為了一個喜歡的女孩可以和一起混街頭的兄弟大打出手，這說明他是有感情的人，不是天生魔鬼。真相匪夷所思，嘉梅第一次見到子聰，兩人一見鍾情，但嘉梅提出一個要求，我想死，請你殺了我，而子聰只是幫助嘉梅完成心願。是什麼讓一個豆蔻年華的少女求死之心如此強烈，而非要找到子聰讓她？我們來看本該在學校念書的女孩都經歷了什麼。父母離異，母親為了拿到香港居民身份，嫁給了一個癱在床上的香港老人。母親帶着姐姐先來到香港，妹妹嘉梅在東莞等了1年才通過入港申請。從湖南到東莞這1年，誰來照顧這個不滿16歲的初中生呢？是她自己。全家團聚，本以為好日子來了，但一家4口住在擁擠的貧民窟裡，收入全靠母親在酒吧賣唱。嘉梅努力學習粵語，為了融入香港，但是口音掩飾不了她是從大陸來的。不善言辭，心中自卑的嘉梅連看見同桌在身邊割腕都不敢說話，因為害怕。但學校的老師和心理輔導員都對她的性格、身份和過往有所歧視，因為她是大陸移居的外來人。母親生日，朋友送給她一對耳環，她把耳環送給嘉梅，嘉梅愛不釋手。可朋友告訴母親，這耳環是我女兒的，我之前不知道耳環很貴，我買了一對仿真的，你把真的還給我。母親問嘉梅要回耳環，嘉梅不情願，還把仿真的贗品丟進了垃圾桶。這時生活壓力過重的母親也爆發了，從此嘉梅輟學，和無數少女一樣，嘉梅一直渴望做明星，於是去模特公司應聘，卻只能上街發傳單，兼職在麥當勞打工，可錢還是賺得太少。跟所有無知少女一樣，她愛上一個人，但是卻被羞辱。也許能讓嘉梅開心的只有和親生父親發短信的時候。嘉梅的生父在湖南老家，和嘉梅母親離婚後放棄了對她們姐妹2人的撫養權。從短信內容看，未成年的嘉梅辛辛苦苦掙到錢，還要不時周濟這個不稱職的父親。這就是嘉梅16歲短暫的人生，被父親放棄，被渣男拋棄，被母親丟棄。其實被嘉梅丟進垃圾桶的不是耳環，而是她自己的人生。她看不到希望了，她想離開這個世界，但她讀聖經，信基督，自殺要下地獄。她希望找到一個魔鬼幫助自己，殺了自己，被魔鬼殺死後就可以等待上帝的救贖了。法治社會殺人償命，誰會幫助嘉梅殺自己呢？必須是一個被世界拋棄，憎恨世間萬物，卻又愛上嘉梅的人，也就是一個願意為了救贖嘉梅而變成魔鬼的人。這個人遠在天邊，近在一個電話。